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公元前260年，秦赵两国爆发了一场大战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。关于这场战役呢，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了。我们大概知道的意思呢，是说当时秦赵两国为争夺上党地区展开了这场大战。最早赵国派出的将领是廉颇，而秦国呢，则是左庶长王和。经过一番交战以后，廉颇实际上已经守住了自己的防线，两军处于相斥的状态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秦国使出了反间计，他们派人到战国去散布谣言，说秦国人不怕廉颇，而且廉颇马上就要投降了。秦国人最怕的是马夫君之子马夫子赵括，如果赵括真的领兵的话，那秦国必败无疑。这话就传到了当时赵国的国君赵孝成王的耳朵里。赵孝成王听信了这些谣言，临场换将，用赵括顶替了廉颇。赵括上任以后，不顾当时的局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，贸然发动进攻。而此时秦国的主帅已经换了大将白起，赵括就这样陷入了白起的包围圈。再后来赵括战死，40几万赵军被迫投降，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。所以最终分析这场战役失败或成功的原因，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就是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在于用人。赵国国君用了不应该用的人，将一个没有实际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放在了主帅的位置上。而秦国的成功则主要是计谋的成功，一条反间计就决定了这场战役的成败。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一场持续了将近3年时间，100多万人卷入的战争，难道成功失败就取决于一条计策吗？真的存在一条妙计安天下吗？我们以前读过的很多小说，包括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都非常强调计策作用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三国志》都写了赤壁之战，但二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更多的是描写赤壁之战中双方的斗志，可以说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计生瑜又生亮。最后的结论，赤壁之战的胜利是计谋的胜利，是权谋的胜利。而三国志中基本上就是打来打去，最后的成败就看你是怎么打的，并不在于你使什么反间计苦肉计，什么蒋干盗书，什么黄盖挨揍。那么回到长平之战，长平之战难道就这样简单吗？历史难道就这样简单吗？这样简单的历史当然只能给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，但这样简单的结论真的就符合历史的真相吗？这是我们读史时经常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有意无意间的忽视那些与结论相反的史料呢？我们再回到长平之战，毫无疑问，秦国是这场战役中的胜利者。据史料称，他们坑杀了40万秦军。数字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，有待商榷。毕竟这个数字是秦国战报中提出来的，不管是秦国人说的40万，还是维基上说的20万，这些赵军都是投降的。那可以说，秦国人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俘虏了这20万或40万赵军，这个战果可谓辉煌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秦国可以说是付了最小的代价，得到了最大的战果。秦赵本来就是为了争夺上党展开的这场大战，那么秦国竟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那么战后上党自然应该属于秦国。但实际是这样吗？据《史记·韩世家》记载，14年秦拔赵上党，杀马夫子族40余万于长平。26年秦系拔我上党，就是说在韩恒惠王14年的时候，秦国确实拿下了上党，但秦国真正的拿下上党的时间却是在12年以后。也就是说，秦国真正的完全控制上党，那还是在长平之战的12年以后。长平之战，秦国虽然暂时控制了上党，但很快就失去了。那么秦国在这场争夺上党的战役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，却为什么对上党得而复失呢？而作为失败的一方赵国，如果真如史料记载40万赵军被秦军坑杀的话，那么在1年以后爆发的邯郸之战中，为什么赵国居然能够顶住韩国的进攻达到了1年之久？赵国似乎并没有那么弱。我们再来看看指挥这场战役双方的主将。赵括自不待言，可谓是一战成名，成了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的主人公。
虽然那时候并没有纸，他也承担了这场战役失利的最主要的责任。我们再来看看战胜一方的主将，一代军神白起。长平之战是白起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，经此一战，他也为是一战成名。一代军神之外，他又多了一个人屠的称号，那是因为他坑杀了40万投降的赵军。长平之战1年以后，白起也死了，他是死于自杀，是被秦昭襄王逼他自杀的。秦昭襄王为什么要逼他？很简单，那是因为白起不愿意带兵去进攻邯郸。那就奇怪了，如果长平之战真的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战果，赵国的力量已经消失殆尽，秦国的力量格外的壮大，那么白起为什么不愿意率兵攻打邯郸呢？可以轻易到手的功劳，白起为什么会弃之不顾呢？甚至冒着顶撞秦王的风险？白起是怎么了？难道是老糊涂了吗？白起曾经跟秦昭襄王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今秦虽破长平军，而秦族死者过半，国内空。秦族死者过半，注意这里说的是死者，并不是死伤。秦国这次投入的兵力也在40万以上，有人说已经达到了60万，那么一半就是20或者是30万。由此可见，秦军这次取得的胜利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辉煌，即使是胜了，也是一场惨胜。经此一战，秦国也是元气大伤，所以他们在1年以后的邯郸战役中才铩羽而归，被赵国的守军以及5国联军杀得大败，退回了函谷关，又丢失了上党地区。从那以后的30年，秦军再未东出。长平之战为山东6国赢得了30年的和平。说到这儿大家恐怕都会有一个问题，长平之战到底是谁赢了？随后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作为失败一方的主将赵括，他能够给不可一世的秦军以重创，那么他真的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他是那样的草包，那样一个只会夸夸其谈没有真本事的官二代呢？要想回答这2个问题，我们就要将目光重新聚焦到长平之战，看看在这场大战的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公元前260年，秦将白起占领了野王。野王位于现在的河南信阳，地理位置非常的关键，特别是对于韩国来说，韩国整体的地形就像是一个躺着的8字形，而中间小的这部分就是野王。秦国人占领了野王，实际上就相当于将韩国一分为2，北部的上党区域变成了韩国的一块飞地。韩昭惠王自知不敌，于是他就向秦国提出和谈，要将上党区域献给秦国，条件就是秦国罢兵。秦昭襄王也同意了韩王的和谈条件，准备接收上党。但问题是，以前我们讲过，秦国一向是法家治国，严刑峻法，老百姓是苦不堪言，6国的百姓都不愿意做秦国人，所以上党的百姓也坚决不同意归附秦国。当时上党的太守也向上传达了民意，韩王一怒之下撤了原来的这位太守，任命了一位新太守，就是冯亭。冯亭上任以后也听到了百姓的呼声，于是他就与百姓商议，说现在秦国已经占领了野王，我们的韩国已经不可能来支援我们了，大家又不愿相信，那么我们能不能投降赵国？赵国如果接纳了我们，秦国必定恼怒，他们就会攻打赵国，这样也许会促成韩赵联合一起去对抗强秦。众人都觉得此计甚好，所以就向当时的赵王提出了归附的要求。此时的上党这块食物对于赵国来说就同时具备了2个特性，既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又是烫手的山芋。当时赵国有2种意见，一种是以平阳君赵豹为代表的，说不能接收上党，自古以来白白得来的东西一定会带来灾祸。为了上党，秦国人花费了几年的时间，如果我们就这样拿走的话，那秦国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上党不能要。而另一派则是以平原君赵胜为代表的，认为我们以前出动几十万大军，几番征战，也不过才能得到1-2个城池，这次上党总共是17座城啊，就这样轻易的到手，不拿白不拿。最后赵孝成王是采纳了平原君赵胜的意见，决定要上党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赵国的这个最终决定是嗤之以鼻的，认为赵国是贪图小利，最后引致大败。但实际上我们回头想一想，如果赵国不取上党郡的话，
那情况会怎么样呢？上党地区地势很高，再往东基本上一个俯冲就可以到达赵国的都城邯郸。如果秦国人占领了上党地区，就等于是在赵国的领土上插入了一个楔子，而且是居高临下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秦国真的在上党站稳了脚跟的话，那么以后的赵国恐怕就没有安稳的日子可过了。所以赵国接收上党其实并没有什么错，上党早晚是赵国人的心腹之患。如果现在不接收的话，那以后再想从秦国人手里拿，那可就难了。上党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但是赵孝成王还是做错。错并不在于他同意接收上党，而是在于他只看到了小偷吃肉，没看到小偷挨揍。他只想吃掉上党这块肥肉，但却没有对秦国的报复做好必要的准备。所以在几个月以后，在秦王已经派左庶长王和带兵攻取上党的时候，才匆匆的派廉颇率军进入上党，迎战秦军。但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在几个月前赵军事先在上党布防的话，那么或许就不会导致战役初期的那几场失利，使得赵军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。本来完全可以做到以逸待劳的，结果却把这样最有利的位置让给了秦军。由此可见，长平一战并不是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战役，这场战役最终爆发是由各种的偶然因素叠加造成的。在战役的初期，即使是秦军也只是派出了王和这样一位左庶长进入上党。在秦国的20级军功制中，左庶长不过是排在第10级，是在中间的位置。所以秦国人在最初也没有想到上党战役最后会发展成那样大的规模，而赵国呢，则是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。长平之战又让我们看到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一些小人物所起到的关键作用。正如刚才提到的冯亭，冯亭做出的率上党军民归附赵国的决定，最终是引发了这场大战。其实冯亭如果奉命投降秦朝的话，他肯定也会得到高官厚禄，甚至来的还会更稳当些。赵国应该不会贸然去攻打他的，他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富贵。但冯亭还是遵从了民意，不愿让百姓们受暴秦之苦，他是一个好官。冯亭归降赵国以后，赵国封他为华阳君，10邑3万户。冯亭垂泪不见赵国使者，他让人传话道：我不义有3，为主守地不能死固，不义1也；未听主力归降秦国，不义2也；卖主地而食之，不义3也。长平之战爆发以后，他与赵括一起抗击秦军，最后战死沙场。冯亭的后代后来也分为2支，一支留在了秦国，一支留在了赵国。不管是秦国还是赵国，对冯氏的后代都另眼相待。秦始皇时期的右丞相冯去疾就是冯亭的孙子，大将军冯杰则是他的曾孙。在赵国这边，则是后来的汉相冯唐。冯唐因为出世甚晚，到汉武帝的时候，人们又再次推荐他为丞相，但这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，只好由他的孙子冯随来担任丞相。所以后世文人经常用冯唐来形容老来难以得志，这样就有了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的那句话：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冯氏家族后代还有一个女子也非常的有名，那就是汉元帝的妃子冯源。有一次，汉元帝和他的妃嫔们一起看斗兽表演，不知怎么2只大黑熊突然发狂，就冲向了汉元帝。这时候汉元帝身边的妃嫔们都四散奔逃，汉元帝也呆坐在了当场，只有冯源挺身而出，张开双臂挡在了汉元帝的面前。最后黑熊被卫士杀死，冯源也就算是救了汉元帝一命。这真可谓是女本柔弱，为妇则刚。咱们再回到长平之战。公元前261年的3月份，秦国左庶长王和率兵进入了上党地区。赵国见状，派廉颇率20万大军迎战，双方一交手，赵军大败。仅仅是100余日，廉颇就被王和赶出了上党。秦军还在继续的向东推进，廉颇无奈之下只能构筑了一道一道的防线，但前2道防线都被王和很快的攻破了。廉颇帐下的6名都尉在2条防线被突破的时候被俘或者是被杀。一般来说，一名都尉统帅的是1万人马，既然都尉都被杀或者被俘，那可见他所带的部队应该也已经被击溃或者被全歼了。
廉颇军队的不断后退，绝对不是什么诱敌深入，更不是后世的某支部队明明是打了败仗被打跑了，偏要唱高调说自己是什么战略转移。打败了就是打败了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廉颇后来终于在第3条防线上依据地形站稳了脚跟。廉颇知道秦军的厉害，不再主动迎敌，坚决不出，由此秦赵双方就形成了对峙的状态。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，此时以前韩国的上党郡已经全部的纳入到了秦军的手里。廉颇建立的第3道防线是在赵国境内。在这持续1年多的对峙期间，最先紧张的是赵国。大家都知道，打仗其实最后打的是国力。赵国当时的疆域面积与秦国相比，那是大大的不如。从地图上看，单就面积而言，赵国似乎是在单挑大半个中国，而且赵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还是在北方的游牧区，这也就直接影响了赵国的粮食产量。赵国从来不是一个产粮大国，而长达1年多的对峙，20万大军人吃马喂，物资消耗已是赵国不能承受之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2种方案供赵王选择，一个是联合其他5国，组成合纵，共同对抗秦军。当时的大臣于清就建议用重金去贿赂5国的重臣，让他们劝国君能够一起出兵帮助赵国。而另外一名大臣楼昌则提议要与秦国媾和。最后赵孝成王是采纳了楼昌的建议，当时于清就坚决反对，说千万不要与秦国媾和，说秦军此次是决意要打败赵国的。这时候如果你跟秦军媾和的话，让其他5国知道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合纵共同对抗秦军了。但赵孝成王固执己见，还是决定派使者郑珠到秦国去媾和。秦昭襄王老谋深算，和赵孝成王相比，他算是爷爷辈的人物了。当年赵孝成王的爷爷赵武灵王和秦昭襄王算是同辈的。秦昭襄王热情款待了使者郑珠，并大肆宣扬秦国要与赵国媾和。5国看到了秦国、赵国即将媾和，那些犹豫着要不要帮助赵国的国家，此时也下定决心不再帮助赵国了。很简单，如果秦国跟赵国媾和了，他又去帮助赵国的话，那这不是得罪了秦国吗？这不是惹火上身吗？秦王只是利用郑珠大做宣传，但并没有实际的与他媾和。赵国的外交努力完全失败，而且把自己陷入到了孤立的境地。其实当时的局势是秦国一家独大，对付秦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合纵，所以宇清的建议是对的。但合纵必须要与5国进行外交斡旋，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。赵孝成王还是选择了一个更简便的方式，直接与秦国媾和。但他忽视了一点，秦国为什么要与你媾和？那么是不是那5国的国君也都非常的糊涂，没有看清只有合纵才能抵抗强秦的局势呢？其实他们当然知道秦国势大，但当时的他们并没有上帝视角，他们不会知道将来一统天下的就是秦国。而对当时的地缘政治来说，秦国和赵国都是强国，赵国对他们的威胁其实并不亚于秦国。如果赵国败了，6国还能重拾当年的合纵，一同对抗强秦。而如果秦朝败了，退回到了函谷关以西，而取胜的赵国必将进行扩张，而扩张的方向肯定不会是秦国，而是与赵国相邻的韩国、燕国、齐国和魏国。所以5国对此是不得不防。再以后，秦国人就使出了反间计。那么赵孝成王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听信这些民间的流言呢？他难道真的昏庸至此，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吗？从之后的邯郸保卫战的情况来看，赵孝成王并不是一个昏君，至少没有昏到那个程度。赵国决定换将的根本原因，其实就是国力不足，他无力再撑得起这样的消耗战。赵孝成王曾经3番5次的命令廉颇出战，但廉颇都坚决不从。那一年赵国又爆发了饥荒，前线的粮草供应是更加的吃紧。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军事对抗，对于年轻的赵孝成王来说，无异于一种煎熬。死亡是痛苦的，而比死亡更痛苦的则是等待死亡。这样耗下去，赵国必败，所以不如拼死一搏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想当时的赵孝成王就是这样想的。所以我们在读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历史人物看简单了。能够在史书上留名的人物，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应该算是精英人物。
他们绝对没有那么愚蠢。如果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都能看出这件事情是做错了，而他们却非要那么做，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还有什么因素是他看到了而我们没有看到的，或者说史书上没有写明的。很多做决策的历史人物，哪怕他们做出了令后世人看来完全错误的决定，但也并不能说明他们是智商欠费。所有看似莫名其妙的决策背后，都有着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逻辑和原因。赵国国君决定换将，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换谁呢？咱们就先来说说赵括。赵括是名将之子，他的父亲叫赵奢。提起赵奢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，但如果提起这句成语，大家一定不陌生。狭路相逢勇者胜。那还是在长平之战之前的9年，那时候秦国进攻赵国的意宇，赵王要遣将御敌，他先问的是大将廉颇的意见，问廉颇可救否？廉颇说道远险狭，不可救。后来又问乐胜，乐胜也是如是说。最后他问到了赵奢，赵奢说道道远险狭，譬如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于是赵王命赵奢率军援救于豫，赵奢一战而胜，大破秦军。此战也打破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赵奢得胜回朝以后，被封马服君，与当时的廉颇、蔺相如同等地位。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来源于豫豫之战。赵奢姓赵，所以呢就有一种说法，说赵奢是赵武灵王的庶子。这种说法呢我不太认同。赵奢是赵武灵王的庶子，在史料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。赵武灵王被饿死沙丘的时候，也没见赵奢有什么举动。而且赵奢在成为名将之前，他只是一个地方的小吏，是一名田部吏，就是收税的。后来得到了平原君赵胜的赏识，才慢慢的走入了赵国的政治中枢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真的是赵武灵王的儿子的话，以他与赵氏皇族的关系，是不大可能出任一个小吏的。说赵奢是赵武灵王之子，我印象中是出自于隋朝一名将军的墓志，这名将军姓马，他说他的先祖赵奢是赵武灵王之子。其他的一些证据大多都是来自于马氏家族的家谱，这些墓志和家谱实在是难以取信。大家可能觉得奇怪，赵奢的后人怎么会改姓马呢？赵奢的后人后来确实都转姓马，那是因为赵奢被封为马服君，后来他的后人就改姓马服，再以后就简化为马。比如说东汉时期的伏波将军马援，那就是赵奢的后代。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，他也自称自己的先祖就是姓赵，据说他还曾经拉着赵少康先生一同祭祖，弄得赵少康先生是一头雾水。当然了，并不是所有的姓马的都是来源于赵氏。大家知道很多的回民都姓马，那恐怕是因为最早是来自于阿拉伯语中很多的那个阿字的发音，所以转为汉姓就变成了马、哈或者是麻。长平之战爆发的时候，赵奢已经去世。从赵括被称为马服子这点来看，他很可能是赵奢的嫡长子。后世称赵括纸上谈兵，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，而这些评价最早都是出自于赵括的母亲之口。因为赵括的母亲说了这些话，还被西汉的刘向编入了《列女传》。当赵王已经决定要拜赵括为将，领导长平之战的时候，赵母上书说不可。赵王问为何不可？赵母说，当年他父亲的领兵打仗的时候，他自己供养的食客可以以10为单位，他的好友可以以100为单位，他父亲立功所得的奖赏全部都分给了自己的手下人，自己不占分毫。从接受出征命令那天起，他就不再过问家事。而赵括则不同，刚拜完大将，接受军吏拜见的时候，军吏们都不敢抬头，他所得的赏赐全部占为己有。他一边打仗还一边想着给自己置办些田产，这哪能专心打仗？所以千万不能拜他为将。但赵王不听，说我意已决。赵母无奈就说了一句，那如果他将来打了败仗的话，不要连累我们。赵王说可。不光是赵母反对赵括为将，当时生着重病的蔺相如也反对。他的理由是赵括虽然是名声在外，但是他只知道读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兵书，并不懂得如何灵活作战。赵母反对，朝中的重臣也反对。赵括真的有如此不堪吗？如果他真的如此不堪的话，那么秦国人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？蔺相如为什么会说他名声在外？
他的这个名声难道都是来自于纸上谈兵吗？如果从未经战事，赵括怎么可能赢得这样的名声呢？谁都知道将军的威名那都是要在战场上打出来的，难道他的名声在外就仅仅是因为他的军事理论知识丰富吗？史书上并没有什么关于赵括在长平之战之前的记载，他到底有没有带过兵打过仗？但是我们从赵母的这番话中可以分析出一些端倪来。赵母说赵括一旦封将，军吏们莫敢仰视。赵括曾经被封为将。赵母说赵括得到赏赐以后，不给下面的人分，全部留给自己。那也就是说，赵括曾经得到过奖励。作为一个军人，什么情况下会得到奖励？那只能是因为他打了胜仗，立了功。再有，赵括出生于公元前290年，长平之战的时候他正好30岁。刚才说了，赵奢指挥的鱼鱼之战是发生在长平之战之前的9年，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赵括21岁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对于一个熟读兵书，准备将来以军礼行业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21岁的赵奢的嫡长子而言，赵括一定会在赵奢的军中，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断。再以后，赵奢又指挥了麦丘之战，相信赵括也同样在他的身边一同作战。也就是说，在长平之战之前，赵括一定有了实战经验，而且他还立了功，受了奖。所以赵括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。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赵母会这样说自己的儿子呢？这一点呢，如果换一个角度想，是不是就能说得通了？当时赵国全国的形势已经不足以支撑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了，所以当时对于赵国来说，攻是攻不出去的，守早晚也守不住，这实际上可以说是败局已定。这就像下一盘棋是别人先下的，走了几步看不行了，把这盘棋交给你，说你来吧，这盘棋就算你的。赵母应该已经认识到了长平之战目前的局势，所以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为将。他知道赵括此去不仅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，而且还可能背负千古的骂名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首先想要做的就是保全自己儿子的性命，所以她才会说了这么多贬低赵括的话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赵王改变初衷。但赵王也不傻，赵括是什么样的人，赵王也很清楚。赵母见救儿子不成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说如果儿子战败了，请赵王赦免他的家族。赵王也答应。所以这就是赵母的计划，先想要救儿子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救赵氏的家族。老太太一片良苦用心，被写入《列女传》，实不为过也。赵孝成王又给了赵括20万大军，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出2点。第一，赵孝成王并不想放弃长平之战，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，要再搏一次。第二，赵孝成王要求赵军一定要攻出去，因为如果只是为了守的话，那么他根本就不需要增添部队，只要给廉颇足够的粮草，就完全可以守得住。只有是想要攻出去，才需要再增加20万大军。所以赵括这次是带着使命来的，就是一定要攻出去。怎么攻是你赵括的事，但你一定要攻出去。这场战役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后面的情况大家就比较了解了。秦王因使白起为主将，就是用白起替换了王和，担任长平之战的主将。再以后，白起采用诱敌深入、两翼包抄的策略，将赵军团团围住在了长平。最后赵括战死，赵军40万投降，被白起坑杀。从这个记载中，我们看不到赵括作为主将有过什么军事部署，似乎看起来就是一味的猛打猛冲，逞匹夫之勇，毫无战术打法可言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赵军的伤亡一定会很大。因为作为攻击一方，相对于防守方来说，付出更大的伤亡在战争中也是极为正常的，特别是当赵军面临着单兵作战能力更强的秦军的时候。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。我们看看正史中所记载的数字，在正史中记载，赵军最后被俘的是40万人，赵军总兵力是45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在几番冲击以后，赵军损失了5万人。而秦军呢，刚才我们说了，按白起的说法，长平之战让秦国军队损失了过半，那也就是25到30万人。有人说这25万30万人实际上包括了后来在邯郸战役中的损失，但大家仔细看白起那番话，说的就是长平之战。在长平之战中，秦军损失了25到30万人，
秦军这部分的伤亡不可能是发生在赵军投降以后，那时候战役已经结束，赵军已经放下了武器，除非说这20-30万人是给赵军挖坑给累死的。所以秦军这20-30万的伤亡就是在与赵括的军队对垒的时候损失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赵括对秦军展开的攻击，最后的结果是赵军损失5万，秦军损失了25到30万，到底谁赢了？而作为这场突击战的总指挥赵括，一定是运用了战术和战法。而赵军在赵括战死以后，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被迫投降，由此也能看出赵括生前对军队的掌控能力，而这正是一个将军的必备素质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这是不是在给赵括洗地？我又不姓赵，干嘛给他洗地？我只是想说，莫以成败论英雄，不能因为赵括最后失败了，就把所有的过错都算在他的身上。长平之战失利的原因，主要还是从赵孝成王身上去找。他在前期的犹豫不决、错失良机，外交上的决策失败，都已经注定了长平之战的败局。而赵括呢，他只是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，在国家处于危亡的时候拼死一战。赵括并不是什么战神，和白起相比，他还差得很远。而且比那些所谓的名将更可贵的是，赵括生为赵国人，死为赵国将。赵括是在突围的过程中中箭而死的，所有射入他身体的箭全是从前面射入的。面对强敌，他没有逃跑，没有投降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就是一个英雄，一个失败了的英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 ，Frank 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